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酒庄了。这不知道是啥东西，啊，是个秤子，像个秤。对，他们这个叫什么 Licorice， 所以酒庄拿了一瓶酒，然后免费住5晚，用我们那个 Harvest Host 那个软件，年费会员。走了，走了，我们现在出发。Cheers， 看到了吗？Come again。Come again。这边还有马，那就这2匹。小农场，他们家地方不大。对，我早上看半天就2匹马。可能就是自己养了2匹玩的，骑什么的。好啦，出发去 Boise。3-4个小时。在我们前往 Boise 的路上，发现一个观景台，风景特别的美，就停下来用无人机拍下了下面的场景。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意外了。我们的无人机炸机了。由于大风，在无人机起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我完全无法控制无人机的方向。当时决定让无人机顺着风飞到公路的附近，我们也好开车回去拿。但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无人机的电量从90%瞬间降到了电量低，遥控器显示低电量，就开始自己引导飞机下降。最后我只能无奈地顶着大风去找飞机。好远，有多远？那我们刚才走的这一段是多远？这一点点。那你前面有铁丝网呢，都过不去。这上面走到这儿。是哪个方向？在那一片，那个红树林。你确定吗？你看视频。风实在是太大了，我的表情吹得已经非常狰狞了，请允许我打一下。我们从高速边一直走了好一阵路，才走到这个护栏这里，剩下的路就让 Steven 自己去走吧，无人机还在山坡下边呢。晕死我了，拿回来。这个坑爹的无人机一起飞，就突然显示电量为0，山顶到家输送这个飞机。回去我要查一下这个飞行数据，看看是怎么回事。可以看到，当时我已经累得不行了，顶着大风在高海拔爬山真是要命，还好有冲锋衣。最后真的是越爬越慢，已经完全没有劲儿了。最后无人机找回来了，也没有损坏，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拿到飞机后，我们很快就再次出发，到达了 Boise 的营地。这一张美国地图贴纸，这是我们现在已经走过的加州、内华达、Oregon、Washington。
阿尔桑那。我们现在在 Idaho。耶！有我们在彩色啦！ Idaho。过几天就要去犹他。可以了，又完成一个西部拼图。我们来到了一家工业风的早餐店。哎，我们等了1个小时，真的是纯1个小时。终于上了，终于上了。现在是57，1个多小时。太慢了，如果你们赶时间，千万不要来这家吃。可能也是周天早上的原因。太慢太慢了。可能好一点。这个叫什么？这家叫 Big City。哦 ，Big City。装修还是很不错的。吃完饭去 Boise 的市中心逛一逛，我们在这里的涂鸦发现了很多中国元素。美国，豉油，什么玩意儿？豉油，国足，豉油。我们现在走过的这条极具艺术风格的小巷叫 Freak Alley 怪诞小巷，这是在 Boise 市中心8街9街附近的一个艺术街区，这也是美国西北地区最大的一个露天的多艺术家涂鸦画廊。吧，我们往前走看看，前面还有好多。我很喜欢这个街区，这是一个艺术街区吧？应该是，我在网上有看到过，好像他们来这儿专门看，我们就瞎拐就拐进来。感觉就像波特兰的 Pearl District， 很多 graffiti 大。哎，那还有老白。哦，你看那里是玻璃组成的。你看那还有那个 Breaking Boise。在哪 Breaking Bad。 Breaking Boise。Breaking Boise。我也要拍成这个。Breaking Boise。绝命毒师。这个很棒。这边。哦，上面是一个玻璃的贴画啊。是玻璃做的。Take my spirit and smash my mirror. Now the whole world is here for me to see. Gallery。那边还有好多蘑菇。喜欢这一片。这片街区最早是从2002年起有了第一幅大型的壁画，之后每一年呢都会有不同的艺术家或者是爱好者在这里的墙壁上创作新的艺术作品。它每一年或者每几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作品被添加上，也会有一些作品被替换掉，所以可能过几年你再来看到的时候，跟我现在看的就不一样啦。我特别享受走过这个街区的过程，因为每一幅壁画都有不同的风格和主题。所以如果你也来 Boise 游玩的话，请一定过来看看，这里是每天24小时完全免费开放的哦。醉生梦死。
们在这叫什么 Freak Alley Gallery， 真的像一个艺术区一样。对，它整条街就是也不长，很短的街，对，都是这样画涂鸦。这是一个街头的艺术馆。对，然后看对面，就各式各样的。它的每一个涂鸦都有各自的风格。对，非常有趣。看到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Breaking Whitey。这里，这个 The Freak Alley Gallery， 从这边进入。他们的市政大厅还是蛮气派的啊。这好歹这是这应该州政府啊，州首府啊。这应该都不是 City Hall 吧？这可能是 State Hall， 有 State Hall 这种玩意儿吗？瞎编。我们过去看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爱达荷州的议会大厦。我们过去走走吧。所以它上面画了一个国旗，一个联邦的旗。还有一个黑白的是什么旗？不知道，可能爱达荷的州旗。这是林肯的雕像。亚伯拉罕林肯。这不是什么 County of Boise 也是个 county 啊。也是城市，也是 county。这里让我来看看。州的议会大厦修的还是不错的，很气派。那边是州议会大厦，看一下这个雕像是什么？上面有3个旗，联邦旗和那个美国旗。等会儿再过去。不戴头盔呢？没有，我在拍上面。他骑了一个印第安，突出一个屌。对，不戴头盔，就是一个不怕死。突出一个不怕死。下面。这是什么 ？Great Seal of Idaho。What's that？ 哦，它就叫 Great Seal of。它在 seal 什么呢？还是没搞清楚第3面黑旗到底是什么。对，上面国旗、州旗、联邦旗，黑旗是什么？不知道。对 window， 这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叫 artist。发现一个雕像，那边俩人正在看，我们去看看。我们也去看，估计跟他历史有关。这雕像我看挺有意思，3个人中间围着一个小孩儿。印第安人。对，我们看写的是什么？他们穿的服装都很特别。有一个是印第安人。但是这2个人穿的服装也很特别。他在指我。这座雕像大概介绍了2个探险家在和印第安原住民的交流。印第安人正在给他们指引通向太平洋的河道。雕像意在表达这2位知名探险家发现太平洋的方式之一。我们看到了一个房车 dealer， 全是这种越野房车。
这个 Black Series 这个就是国产的，但是现在卖的其实挺不好的。这些都是国产的，这个也是国产牌子。这个我不知道哎，这可能我觉得这些80%都是中国造的。你看他们这个窗户就是这种。好香啊！对面一家。这些越野房车偶尔出去玩是很好的，都有独立的悬挂，外观也很好看。但实际上呢，这些房车卖的不是很好，有很多原因。第一呢，就是使用场景有限，现实世界中能让你拖着这么大的房车去越野的路线很有限，能走的路屈指可数。第二呢，越野房车都会比一般的房车重很多，大概重20%左右，因为有独立的悬挂，还有很多越野配件。这样相同大小的房车就需要力量更大的前车才能拖动，在爬坡、下坡都更费力，并且在长距离使用时成本都会更高。当时我们在选择房车时也看过这款 Black Series，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选择这一个。谢谢你一直看到最后呀！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感谢你的点赞、收藏和转发。我们下一期将继续前往爱德豪的腹地，住在吞 4附近的一家农场里，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在去看瀑布的路上，还有幸看到了低空跳伞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